我的天，这个本该扔掉的蓄电池，在没有更换任何配件的情况下，竟还能在原基础上依旧翻新。翻新后，蓄电池的充放电性能还嘎嘎香。如果说维修有段位，那巴铁师傅就是王者。眼前这是家世界500万强的企业，是维修蓄电池的标杆。单看他招牌上有3个联系电话，就能知道其实力不是一般的强。这家企业门口满满当当摆放着近几天从全球各地邮寄过来需要维修的蓄电池。今天要维修的是从3国邮寄来的。师傅拿着12的梅花扳手，迅速地拆掉电极套头，用雪白的手拧掉电解液夹住口的螺帽，然后将蓄电池拿到专门储电解液的红桶上放。为了安全，要在倒电解液前进行再次放电，然后往红桶里倒电解液。红桶内的螺帽更是佐证了其维修实力。随后师傅取出铁锤和凿子，在蓄电池的缝隙内左锤3下，右锤3下，在这看似轻盈实则力道刚好的锤击下，黑色的电瓶盖被拆了下来。接着就是拆掉电瓶内的极板，由于使用太过于长久，极板和电瓶都已经深深地吸附在一起，还得用小锤敲击几下才能拿下来。拿下来的极板，师傅用钢锯将其脊柱进行切割，只有将脊柱切割掉，才能分解检查极板内部情况。可以清楚看到极板上附着着厚厚一层的杂质，这就是电瓶长时间保养不当导致的。但师傅还需要细致检查能2次使用的极板，并将其分拣出来。就这样依次重复切割分拣，直至所有的极板都分拣好。紧接着师傅将极板放在太阳下进行晒干处理，主要目的是蒸发掉表面的电解液，其次是这边太阳不用前晒干时间短。为了减少电瓶翻新的成本，从电瓶内拆解的绝缘板还需重复使用，而表面绝缘板一般还有残留的氧化物质，这时就在清水里涮一涮，随后将这些绝缘纸放在地板上晒干。在摆好绝缘纸后，另一边的极板已经被太阳给晒干了，随后将极板收拾好，堆叠平整。此时屋内的师傅已经用打火机将气割机点燃，将极板有柱头的一边统一一个朝向，然后用火焰朝着柱头稍微的加热一下，接着用小手拿起锉刀，依次将极板的柱头锉一下。锉的时候力道有讲究，不能用力也不能太快，不然可就歇菜了。就这样经过9981锉后，极板的柱头就锉好了。另外极板上柱头的长度太短，还需要师傅纯手工将其修复。虽然师傅并没有专业的修复工具，但仅凭多年的维修手工，这种极板的修复就跟针线活一样简单。唯一的缺点就是无法控制其长度，冷却后的长柱头确实是有点长，这是需要用82年的剪刀将其剪到相同的长度。你看这剪切的手法要多流畅就有多流畅。此时新的柱头两面还是有点粗糙，还需要用锉刀将其锉亮，这样方便极板的导电。紧接着刚才晒干的绝缘纸已经拿到屋内，它的主要作用是将极板与极板之间隔离开来，防止电瓶接触不良或者短路。一个极板需要用到2片绝缘纸，此过程必须要谨慎到位，不一会儿就将所有的绝缘纸镶嵌到位。不得不佩服师傅那粗中有细的手法，灵活多变的头脑和善于观察的眼睛。接着就是改造电池外壳，首先要将塑料胶条和特制的工具加热，然后两者进行配合，把电池外壳隔绝板的孔洞密封，再用特制的工具在隔绝板的一侧用高温重新开个导槽。而之前分类固定好的极板和绝缘纸电池组还需进行连接。为了让电池组浇铸的更加美观，师傅会使用自制的铁板模具进行塑形。这样做不仅能让电池组连接到一起，还多形成了一个正负极柱，以便于师傅后续进行串联焊接。此时中间极板的极柱有些还没和新浇铸的柱头连接在一起，这时需要用电容机和导线柱相配合，将极板的柱头融化，确保其整体连接在一起。接下来就是电池的组装工作了，解开橡皮绑带，将其依次的放入外壳中。此时极板群的柱头太过于长，还需要用82年的剪刀修剪一下，使其高度和电池外壳一样。随后师傅将相邻的连接头用电容机将2组电池组的正负极连接头焊接在一起，使其形成串联。焊接完成后，将电瓶上壳扣回去，再次用电容机将铅条溶解，把接口缝隙填满，接着用锉刀将其锉平，随后浇筑电池的正负极柱，接着用烧制后的铁片对电瓶外壳进行密封，
为了提高电瓶外壳的密封性，师傅用烧制好的胶条放在焊接缝处进行焊接，做到严丝合缝，防止内部电解液出现泄漏。接着用刮刀将缝隙处刮平刮干净。不得不说，师傅真的手巧心细，一点的细节都没有放过。随后将电池拿到石板上，加入电解液。这个过程师傅是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啊！这是艺高人胆大呢，还是大胆人艺高？紧接着将电池进行充电。经过81分钟后，师傅拿起导线，采用短路的方法进行测试。当测试的过程中出现有火花，就是代表电池组修复成功，能正常使用。给自己竖大拇指点赞。怎么样，你学废了吗？